今天我们来聊聊月球。你以为它只是夜空中那颗安静的银白色圆盘吗？每天升起又落下，从古至今似乎从未改变过。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可能需要重新认识这位地球最亲密的伙伴了。因为科学家们最近几年密集发布的研究成果，正在描绘出一幅极其不安的图景。月球正在缩小，正在开裂，正在制造地震，正在远离我们，甚至正在偷吃地球的大气层。更离奇的是，就在不久前，一颗小行星差点在2032年撞上月球，而全人类最强大的望远镜花了将近1年时间才勉强排除这个可能。如果月球真的出了问题，地球会怎样？我们的季节会消失，潮汐会崩溃，地轴会疯狂摇摆，气候会彻底失控，农业会瓦解，文明会动摇。听上去像科幻片，不，这些全都是已发表的真实科学数据。今天我们就来一层一层剥开月球正在异变的惊人真相，看看这颗我们每天视而不见的天体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上一次认真看月亮是什么时候？不是匆匆一瞥然后回头继续刷手机，而是停下脚步，仰起头，安安静静地看上1分钟。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我建议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今晚找个时间去看看。因为当你了解了月球的真实状态之后，你再看它的感觉会完全不同。你会意识到，那不只是一个美丽的银盘，那是一个正在缓慢崩解的生命稳定器，一个和我们命运紧密绑定的巨大岩石同伴，它一直在默默保护着我们，而我们几乎从未注意到。要理解月球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们得先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月球是怎么来的？大约45亿年前，太阳系还是一片混沌的星际工地，地球刚刚从原始星云中凝聚成型，表面还是一片翻滚的岩浆海洋，空气中弥漫着有毒的原始大气，二氧化碳、甲烷、氨气，温度高的能融化钢铁。就在这个地狱般的时刻，一颗火星大小的圆行星从斜后方高速撞了过来。科学家给这颗天体取了个名字，叫忒伊亚，是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的母亲。那次撞击的爆裂程度远超人类想象，忒伊亚并不是正面硬碰，而是以一个大约45度的刁钻角度擦过地球。这个角度至关重要，如果是正面撞击，两颗行星会完全融合成一颗更大的行星，不会有月球。如果角度太偏，忒伊亚会擦身而过，也不会有月球。偏偏就是这个恰到好处的角度，让撞击既剥离了大量物质抛入太空，又没有把地球彻底打碎。数以万亿吨的碎片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被困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形成一个炽热的碎片盘。这些碎片在短短几百年到几千年的时间里迅速聚集、冷却、凝固，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月球。这就是大碰撞假说，目前科学界最主流的月球起源理论。它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有大量证据支持的严肃科学模型。阿波罗太空人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显示，月球的氧同位素比例与地球几乎完全相同，这说明它们确实来自同一团物质。月球的密度比地球低得多，缺少铁质核心，这也符合从地球地壳和地含剥离物质的假设。最近2026年4月的最新研究更进一步，科学家在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岩石中发现了一种不应该存在的氧化学特征。传统模型认为，月球形成时的高温环境会让所有挥发性物质逃逸殆尽，但这些样本中保留了意料之外的氧含量，暗示着形成月球的那个碎片盘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复杂。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物质交换可能从一开始就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加深入。但大碰撞不只是给我们生了个月亮这么简单，它同时做了至少5件改变地球命运的事情。第一，它把地球的自转速度加快到一天只有大约5到6个小时，这个速度后来被月球的潮汐力缓慢减速，一直调整到今天的24小时。如果没有这个减速过程，地球现在可能一天只有8个小时，风速会达到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每小时。因为科氏力会随着自转加快而增强，整个大气环流会变得极其爆裂，地表几乎不可能有稳定的生态系统。你能想象每天只有8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吗？早上刚起床，4个小时后天就黑了，而暴风会像永不停歇的飓风一样
席卷全球。第二，撞击把地球的自转轴撞歪了大约 23.5 度，这个倾斜角给了地球四季交替，春夏秋冬，雨季旱季，动植物的迁徙和繁殖周期全都建立在这个倾斜角之上。如果地球的轴完全垂直，赤道永远酷热，极地永远冰封，没有季节变化，进化的动力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没有四季就没有农业，没有农业就没有定居文明，没有定居文明就没有今天你手上拿着的手机和你正在看的这个影片。第三，撞击可能剥离了地球原始的浓厚大气层。金星因为没有经历类似的大碰撞，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0倍，表面温度高达摄氏470度，水全部蒸发殆尽。金星的地表环境是什么感觉？想象你站在一个巨大的高压锅里，温度足以融化铅，空气厚重的像液体，天空永远被硫酸云覆盖。如果地球也保留了原始大气，我们可能就是另一颗金星。第四，撞击搅动了地球内部的物质分布，可能促进了地球磁场的形成和板块构造的启动。磁场保护我们免受太阳风和宇宙射线的侵害，没有磁场，太阳风会在几亿年内把大气层吹光，就像火星的遭遇一样。板块构造通过火山和碳循环调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维持长期气候稳定，像一个行星级别的恒温器。第五，也是最关键的，它留下了一颗异常巨大的卫星。月球的直径是地球的1/4，质量是地球的1/80。在整个太阳系中，没有任何其他研制行星拥有如此大比例的卫星。水星和金星一颗卫星都没有，火星有2颗，但火卫1和火卫2加在一起还不到月球质量的100万分之一。月球是太阳系研制行星卫星中独一无二的巨人，这颗大卫星的引力像一个巨型陀螺仪，数十亿年来死死拉住地球的自转轴，不让它疯狂摇摆。科学家估计，在宇宙中所有类地行星里，可能只有不到 10% 拥有类似规模的卫星。月球不是宇宙中的常态，它是极其罕见的幸运。所以你看，月球从来就不只是夜晚的装饰品，它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核心组件，是45亿年前那场惊天碰撞留给我们的最珍贵遗产。有科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把宇宙中所有条件都设定为对生命最有利的状态，你最后会发现你设计出来的行星系统看起来就像地球和月球，这不是巧合吗？还是某种更深层的宇宙法则在起作用？我们暂且不去追问这个哲学问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对月球的依赖程度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深得多。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你吃的食物，你脚下稳定的大地，你头顶有序交替的四季，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月球的影子。没有月球，地球可能依然存在，但地球上的生命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好了，背景交代完了，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看看这个核心组件正在发生什么令人不安的变化。其实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还想提一件很少有人想到的事，月光。对，就是月光。在人类发明电灯之前的几十万年里，月光是夜晚唯一的自然光源。满月之夜，月光的亮度足以让你在户外看清道路和周围的环境。人类的祖先在非洲草原上狩猎采集时，月光周期直接影响他们的活动安排。满月时适合夜间远行，新月时则要提防黑暗中的掠食者。有研究表明，即使到了今天，人类的睡眠质量仍然会受到月亮盈亏周期的微妙影响。月球不仅塑造了地球的物理环境，还深深烙印在我们的生物钟和进化记忆里。如果没有月球，人类的夜晚将是漫长而彻底的黑暗，只有星光的微弱点缀。我们的祖先可能因为夜间视野太差而更难生存，人类进化的轨迹或许会因此改写。好了，闲话少说，让我们正式进入5大异变。第一个异变，月球正在缩小，而且在开裂。2010年，史密森尼学会地球与行星研究中心的资深科学家汤姆·沃特斯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他利用 NASA 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超高解析度影像，在月球表面的高地区域发现了大量一种名叫叶瓣状陡崖的奇特地形。这些陡崖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的小台阶，高度从几米到几十米不等，长度从几百米延伸到几公里。它们通常呈弧形弯曲，像一片巨大的落叶边缘压在月球表面。
如果你站在其中一个陡崖的顶端往下看，会看到一面垂直的岩壁突然降落到下方的平地，就像有人用巨大的剪刀在月球表面剪开了一道口子。这些陡崖是怎么形成的？答案让所有人震惊。月球的内部正在冷却，冷却就会收缩，收缩就会让外层地壳承受巨大的挤压力。当压力超过岩石的承受极限，地壳就会沿着断层破裂，一块岩石被推到另一块上面，形成这些阶梯状的陡崖。这个过程就像一颗葡萄干慢慢干燥，收缩时表皮会起皱纹一样。只不过月球的皱纹是用岩石构成的断层。沃特斯的计算显示，过去2亿年间，月球的半径已经缩小了大约50米。50米听上去不多，对不对？但你要记住一个关键的区别，地球由板块构造，地壳被分割成10几块大板块，板块之间可以互相挤压滑动，地震和火山活动会持续释放内部积累的应力。但月球完全不同，月球只有一层完整的外壳，没有任何板块边界来释放压力，所有因收缩产生的应力都无处可去，只能一点一点累积在那层脆弱的岩石壳里，直到某一天某一处承受不住了，啪的一声断裂开来，就是一次月震。月震这个概念本身就很颠覆，在阿波罗时代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月球是一个彻底死亡的天体，没有火山，没有地震，没有任何地质活动，就是一块冰冷的太空大石头。但阿波罗11号到16号任务在月球表面放置的地震仪，在1969到1977年间记录了上千次月震，其中一些是深层月震，由地球引力的潮汐作用引发，震源深度在700到1200公里之间；另一些是陨石撞击造成的，还有一些是热应力月震。因为月球表面日夜温差极大，白天可达摄氏127度，夜间骤降到零下173度，岩石在这种剧烈的温度交替中膨胀收缩产生的碎裂。但还有一类浅层月震最让科学家困惑，它们的震源很浅，只在地表以下几十公里，能量却不小，有些规模甚至接近5级。当时科学家无法完全解释它们的成因，直到沃特斯的发现，谜底才揭开。这些浅层月震很可能就是月球收缩时地壳断裂产生的。更让人担心的是，2024年1月 NASA 发布的一项研究直接指出，这些由收缩引发的月震和断层就分布在 NASA 阿提米斯计划准备登陆的月球南极附近，阿波罗被动地震实验记录到的最强浅层月震之一。震央的可能位置就散布在南极区域的多个候选注入点附近。阿提米斯计划为什么要去南极？因为科学家在那里的永久阴影坑中发现了水冰的存在证据。水是未来月球基地最宝贵的资源，可以饮用，可以电解成氧气用于呼吸，还可以分解成氢和氧用作火箭燃料。但讽刺的是，水冰最丰富的地方恰好也是月震风险最高的地方。2025年12月，马里兰大学的行星科学家尼古拉斯·施莫尔和沃特斯联合发表了更惊人的研究成果。他们深入分析了阿波罗17号注入点所在的金牛座利特罗谷，发现谷中的巨石滚落和山体滑坡不是陨石砸出来的，而是月震摇出来的。一条名叫里林肯断层的活动构造带横切整个谷底。通过对滚石轨迹和滑坡规模的逆推计算，他们得出结论：过去9000万年里，这条断层反复发生规模接近3的月震。3级地震在地球上几乎感觉不到，但在月球上情况完全不同。月球没有大气层，没有海洋，没有松软的沉积层来吸收和衰减地震波，震动在坚硬干燥的岩石中传播得更远更猛烈。阿波罗地震仪曾记录到月震的震动持续长达数小时之久，而地球上的地震通常几十秒到几分钟就结束了。想象一下，你住在一栋建筑物里，突然开始摇晃，摇了1个小时还不停，墙壁嘎吱作响，灰尘从天花板簌簌落下，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不知道下一次摇晃会不会更猛烈。这就是月球上月震的感觉。紧接着2026年2月，更大的发现来了，史密森尼国家航空太空博物馆的研究团队完成了月球暗色平原上小型月海脊的首次全球普查。月海就是你用肉眼就能看到的月球表面那些大片暗色区域。
古人以为那里是海洋，其实是远古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平原。在这些平原上，研究者发现了1114条之前从未被记录的构造极限，加上之前已知的总数达到2634条。这些极限和高地上的叶瓣状陡崖本质上是同一回事，都是月球收缩造成的挤压断裂，只不过陡崖出现在月球高地，而这些小型极限出现在月海平原。它们的平均年龄只有 1.24 亿年，与高地陡崖的平均年龄 1.05 亿年相当。对一个45亿岁的天体来说，这些地质结构年轻的令人吃惊。它们不是远古遗迹，它们是正在发生的地质活动的证据，而且每一条极限底下都可能是月震的潜在震源。2634条散布在月球面向我们的整个近侧。月球不是死的，它还活着，只是在痛苦的收缩和断裂，而且远侧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由于月球始终用同一面朝向地球，我们对月球背面的了解远不如近侧。中国的嫦娥4号任务在2019年首次成功筑陆月球背面，嫦娥6号更是在2024年首次从月球背面带回了土壤样本。这些任务正在揭开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初步分析显示，月球背面的地壳比近侧厚得多，地质结构也更加复杂。那里是否存在同样活跃的构造裂缝和月震风险，目前数据还不足以回答。但从物理逻辑上看，月球收缩是全球性的，它的内部整体在冷却，不会只让近侧受压而放过背面，所以月球背面很可能也布满了我们尚未发现的年轻断层。只是在没有部署地震仪的情况下，我们对那里的月震活动完全是一片空白。你可能会问，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 NASA 的阿提米斯计划不只是让太空人去月球插个旗子拍张照就回来。2025年4月，阿提米斯2号任务已经成功将4名太空人送到月球轨道并安全返回，这是自1972年阿波罗17号以来人类首次重返月球附近。 NASA 的长期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建立永久性基地，名为阿提米斯基地营，供科研人员长期驻扎，开采水冰资源，为未来前往火星的深空任务提供跳板。如果基地建在活动断层附近，一场月震可能让地面突然错位几米，建筑物地基开裂，密封舱破损，维生系统失效。在真空环境中，舱体的任何裂缝都意味着致命的减压事故。在地球上，建筑抗震设计已经有上百年的经验积累，但在月球上，我们对月震的强度分布和发生规律几乎一无所知。阿波罗地震仪只在月球上运行了不到8年，覆盖范围极为有限，只部署在月球近侧的几个点位。我们迫切需要新一代月球地震观测网络，在建基地之前搞清楚哪里安全哪里危险。 NASA 已经规划了远测地震套件任务，计划在月球背面部署地震仪，但这些计划是否能按时实施，目前还是未知数。而且月震带来的风险不只是建筑结构的问题，月球表面覆盖着一层细如面粉的风化层，也就是月壤。这些极细的尘粒是数十亿年来陨石撞击和太阳风轰击月球岩石产生的。月壤颗粒极其尖锐，因为月球没有风化和水流来磨圆它们的边角。阿波罗太空人曾经抱怨月壤无处不在，它会钻进太空衣的接缝里，磨损密封圈，遮蔽头盔面罩，甚至让一些太空人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的症状。如果月震引发大规模的月壤滑坡或扬尘，这些带有静电的超细颗粒会漂浮很长时间，因为月球引力只有地球的1/6，而且没有大气层让它们迅速沉降。整个基地可能被一层厚厚的带电尘埃覆盖，太阳能板被遮蔽，机械关节被磨损，电子设备被短路。这不是杞人忧天，这是阿波罗太空人们亲身经历过的真实问题，只不过他们只待了几天就回来了。如果你要在月球上住几个月甚至几年呢？月壤加上月震，简直是一场噩梦般的组合。第二个异变，月球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阿波罗太空人在月球上留下了5套镭射反射镜，40多年来，地球上的天文台定期向这些镜子发射镭射脉冲，通过精确计算光来回的时间，可以把地月距离测量到毫米级精度。测量结果清楚无误地显示，月球每年远离地球大约 3.8 厘米
3.8厘米，大概就是你大拇指的宽度。听起来微不足道，对吧？但让我们把这个数字放到时间长河中看，45亿年前月球刚形成的时候，它离地球只有大约 2.2 万公里，差不多是现在距离的1/6。那时候你如果站在地球上抬头看月球，它会巨大到占据你整个视野的很大一部分，比现在看到的大了将近30倍。那时候的潮汐也因此异常猛烈，涨落幅度可能达到几百米甚至上千米。想象你站在海边，每隔几个小时，海水就暴涨数百米，淹没一切，然后又退去，露出赤裸的海底。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球。月球为什么在跑？原理说起来很简单，但背后的物理却非常精妙。月球的引力在地球表面制造2个潮汐隆起，一个面向月球，一个背向月球。但地球的自转速度比月球的公转速度快，地球一天转一圈，月球却要近1个月才绕地球转一圈，所以地球的自转会把这2个潮汐隆起往前拖，让它们总是稍微超前于月球正下方的位置。这个超前的隆起就像一个引力弹弓，不断地把月球往轨道前方拉，给月球加速。月球加速了，轨道就会变得更大更远，就像你甩绳子绑着的球，甩得越快，球飞得越远。这个过程中，能量是守恒的。月球获得的轨道能量来自地球自转的动能，所以地球的自转在不断减慢，而且大部分能量其实不是转移给了月球，而是被海洋中的潮汐摩擦转化成了热量。科学家计算过，地球潮汐摩擦每秒消耗大约 3.78 太瓦的能量，其中只有大约1/30实际转移给了月球，剩下的全部变成了热量，消散在海洋里。你可以这样理解，每一次潮涨潮落，地球都在燃烧自己的自转动能，其中大部分变成了海水的温度，只有一小部分用来把月球推得更远。每过100年，地球上的一天大约会增加 2.3 毫秒，听上去微乎其微，但累积几亿年就很可观了。8.5亿年前，地质记录中的古老叠层石化石显示一天大约21个小时，4亿年前的珊瑚化石显示一天大约22个小时，恐龙时代一天大约23个小时。而在更遥远的未来，一天会继续变长，再过几亿年，可能就是25个小时一天了。更远的未来，30个小时、40个小时。你现在看手表，觉得一天24小时天经地义，但其实这只是地球漫长历史中某一个瞬间的快照而已。未来的人类可能需要重新定义时间制度。理论上，如果不考虑太阳的演化，大约500亿年后，地球的自转会慢到和月球的公转完全同步。到那时候，地球会永远用同一面对着月球，就像冥王星和它最大的卫星茶龙今天的状态一样。地球上有一半的人永远能看到月球，另一半永远看不到。不过太阳大约50亿年后就会膨胀成红巨星，到时候水星和金星肯定会被吞噬，地球能不能幸存都是问题。所以这个500亿年的时间表纯属理论推演。但月球远离的影响远不只是让一天变长，月球离得越远，它对地球海洋的引力就越弱，潮汐幅度就会逐渐降低。你可能觉得潮汐小一点有什么关系，涨潮少几厘米又怎样？关系大了。潮汐驱动着全球海洋的垂直混合，把深层冰冷的富含营养盐的海水翻搅到温暖的表层，喂养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浮游植物是海洋食物链的绝对基础，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大的氧气来源之一。它们每年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大约占全球总量的 50% 到 80%。 没有潮汐的搅动，海洋表层和深层之间的物质交换会大幅减缓，浮游植物会因为缺乏营养而衰退，整个海洋食物链会自下而上崩塌。潮汐还冲刷海岸线的潮间带，创造了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加拿大芬迪湾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潮汐落差，高达16米，那里的潮间带养育住数以百万计的迁徙鸟类。如果潮汐逐渐减弱，这些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连锁反应会沿着食物链一路向上传递。而且潮汐对人类文明本身的影响也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深。全球有超过30亿人生活在距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地带，沿海城市的港口运作、航道通行、海上养殖、渔业捕捞，全都依赖对潮汐规律的精确预测。
你手机天气软体里的潮汐表，背后其实就是月球引力的精密计算。人类最早的历法系统也是以月亮的盈亏周期为基础建立的。中国的农历、伊斯兰的历法、犹太历法都是阴历或阴阳合历。月球的圆缺不仅是时间的标尺，也是文明的根基。从远古的潮汐捕鱼到今天的潮汐能发电，月球一直在默默为人类提供着生存的便利。如果月球继续远离，这一切都会逐渐改变。改变的速度当然极其缓慢，但不可逆转。但月球远离带来的最深层威胁还不在这里。最深层的威胁在于月球对地球轴倾角的稳定作用正在缓慢削弱。这就是第三个异变，也是最可怕的一个。1993年，法国巴黎天文台的数学家雅克·拉斯卡尔和菲利普·罗伯特尔做了一系列精密的天体力学计算。他们的结论震惊了整个科学界。如果地球没有月球，地球的轴倾角将在其他行星，尤其是金星和木星引力的扰动下发生剧烈的混沌摇摆。摇摆幅度有多大？从接近0度到超过80度。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月球今晚突然消失了，会发生什么？首先，全世界的潮汐会在几个小时内大幅减弱，太阳的引力也会产生潮汐，但只有月球潮汐力的大约 46%， 所以潮汐不会完全消失，但会突然缩小到现在的1半以下。全球的潮汐发电站会立即停摆，沿海生态系统会遭受巨大冲击。然后，没有了月球引力的持续制动，地球的自转减速会大幅放缓。不是说地球会突然加速，而是失去了最大的减速力来源。几十亿年后，一天的长度会停在比预期更短的水平上。接下来就是最可怕的部分了。没有了月球这个巨型陀螺仪，地球的轴倾角会开始漂移。一开始很慢，几百万年内可能只偏几度，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他行星的引力扰动会逐渐累积，轴倾角会越摆越大。拉斯卡尔的计算显示，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轴倾角可以从接近0度摆到超过80度。0度意味着没有季节，85度意味着地球的2极轮流面对太阳被炙烤。这两种情况都是生态灾难。就算是10度的摆动幅度，也足以引发比冰河期严重得多的气候巨变。火星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火星只有2颗微小的卫星，火卫1和火卫2，本质上就是2颗被引力捕获的小行星，直径分别只有22公里和12公里。它们的质量太小，完全无法稳定火星的自转轴。结果火星的轴倾角在过去数百万年里，曾经在10度到60度之间疯狂摇摆。这种剧烈的轴倾变化导致了极端的气候震荡，冰盖反复从2极扩展到赤道，又退缩回去，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反复冻结又蒸发，最终结果就是火星失去了大部分大气层，地表水全部消失，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那颗荒凉干燥的红色星球。30多亿年前，火星曾经有河流，有湖泊，甚至可能有海洋。NASA 的毅力号火星车甚至在火星耶泽罗陨石坑的泥岩中发现了疑似古代微生物化石的痕迹，但就是因为没有大卫星保护，火星的宜居窗口永远关闭了。而我们的地球45亿年来，轴倾角基本稳定在22度到25度之间，就这么小的3度摆动幅度，已经足以引发冰河期和间冰期的交替，让冰盖反复覆盖北美和欧洲。但正因为摆幅足够小，生命总能适应，文明总能延续。如果摆动幅度变成10度甚至更大，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目前月球离我们还足够近，它的引力依然能有效稳定地轴，但随着月球每年远离 3.8 厘米，这个稳定力在极其缓慢但不可逆转地减弱。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亿年内，这个效应还不会造成严重问题，但方向是确定的，趋势是不可逆的。有趣的是，2011年 NASA 的利瑟尔博士用更强大的电脑重新计算了拉斯卡尔的模型。他发现如果没有月球，地球轴倾角的摇摆可能没有85度那么夸张，大概在13度到33度之间波动，听上去比拉斯卡尔的结果温和多了。但别忘了，就算只多摆动10度，也足以让全球气候发生剧烈变化。
米兰科维奇循环理论告诉我们，地球目前 2.5 度的轴倾角微小波动就能触发冰河期。你想想10度会怎样？那可能不是冰河期了，而是冰盖从2极一路推进到中纬度地区，覆盖现在的纽约、伦敦、东京。或者反过来，轴倾角增大到33度时，夏季极地会连续数月暴晒在近乎直射的阳光下，冰盖会大规模融化，海平面暴涨数十米，沿海城市全部被淹。不管哪种方向，对当前人类文明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很少被提起，月球除了稳定地轴之外，它的引力潮汐还在地球内部产生摩擦加热效应。虽然这个效应远不如地球自身放射性衰变产生的热量大，但有科学家推测，月球潮汐对地球核心的持续搅动可能对维持地球磁场的稳定发挥了某种辅助作用。如果月球离得足够远，这种潮汐搅动减弱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地球磁场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目前没有确切答案，但这个可能性本身就令人不安。因为一旦磁场减弱，太阳风就会直接轰击大气层，加速大气逃逸，地球可能步火星后尘。第4个异变，小行星差点撞上月球，暴露了人类的脆弱。2024年12月27日，圣诞节刚过2天，位于智利的 ATLAS 小行星预警系统捕捉到一个快速移动的光点，天文学家们计算出它的轨道后倒吸一口冷气。这颗编号为 2024Y24 的小行星有大约 1.3% 的概率在2032年12月22日撞上地球。2025年1月底，撞击概率一度飙升到接近 3%， 在杜林危害指数上达到了3级，这是继2004年小行星阿波菲斯以来的最高威胁评级。国际小行星预警网络罕见地发布了正式通知， NASA 动用了韦伯太空望远镜来追踪这颗直径只有53到67米的太空岩石。这个大小差不多是一栋15层楼，如果撞上城市，会造成毁灭性的空中爆炸，冲击波能影响方圆50公里。2025年2月中旬，地球撞击被排除了，但新问题来了，小行星可能撞上月球。到2025年6月韦伯的最后一次观测，月球撞击概率已升到 4.3%， 然后小行星飞得太远太暗，连韦伯都看不见了。有科学家写论文分析了后果，如果60米的小行星以宇宙速度撞上月球，会释放650万吨 TNT 当量的能量，炸出一个直径约1公里的陨石坑。最多1亿公斤的月球物质会被抛入太空，其中约 10% 可能在几天内飘到地球附近。这些高速碎片会对近地轨道卫星造成相当于数年到10年的背景陨石撞击累积量。我们的通讯卫星、导航卫星、气象卫星全都会暴露在这场碎片暴雨中。终于2026年3月5日 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联合宣布，韦伯望远镜在2026年2月的新观测终于排除了月球撞击，小行星预计将在距月球表面约 2.12 万公里处安全掠过。但这次事件暴露了人类的致命弱点，这颗小行星是从太阳方向飞来的，直到掠过地球之后2天才被发现。如果轨道稍微偏一点，我们根本来不及反应。欧洲太空总署因此加速推进了 NEOMI 计划，一颗部署在太阳和地球之间拉格朗日点的太空望远镜，专门监视从太阳方向飞来的隐藏小行星。目前地球上所有的小行星观测望远镜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它们只能在夜间观测，而太阳方向永远是白天。这意味着从太阳方向飞来的小行星就像一个刺客从你的正面太阳方向走来，你被太阳刺得睁不开眼，根本看不到它。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的那场陨石空爆就是这样，一颗20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完全没有被任何预警系统发现，直到它在大气层中爆炸，冲击波震碎了数千面窗户，上千人被玻璃碎片割伤。NEOMI 太空望远镜如果能部署在日地之间的拉格朗日1号点，就可以常年面对太阳方向观测，填补这个致命的盲区。但这颗望远镜目前还在规划阶段，何时发射尚无定论。在它升空之前，我们对太阳方向飞来的小天体几乎是瞎的。每一天，太阳方向都可能有不知名的太空岩石正在向我们或月球悄悄逼近。第5个异变，
地球正在喂养月球，而月球正在生锈。2026年1月，罗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团队发表了一项颠覆性发现：地球的大气层数十亿年来一直在向月球输送氧气和氮气。阿波罗太空人带回的月球土壤中，科学家意外发现了水和氮气等挥发物的痕迹。月球不是应该干燥真空吗？一部分来自太阳风，但氮气不是太阳风的主要成分。2005年，东京大学提出这些氮离子可能来自地球大气，但认为只在地球磁场形成之前才有可能。新研究完全推翻了这个假设。电脑模拟显示，地球磁场反而帮助了这种传输。地球磁场的磁尾就是背对太阳那一侧的延伸带。每个月满月前后，月球穿过磁尾核心区域，磁力线像无形高速公路，把被太阳风剥离的地球大气离子引导向月球。氧离子和氮离子沿着磁力线飞向月球，撞入风化层尘粒中，永久嵌入。这意味着月球土壤里可能保存着地球37亿年大气演化的完整时间序列，不同深度对应不同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巨大的时间胶囊，记录着地球上早已消失的远古空气成分。对于研究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和气候变迁，这简直是无价之宝。想象一下，我们可能从月球土壤中读出20亿年前地球大气中氧气含量突然暴增的大氧化事件的化学指纹，或者5亿年前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大气成分的微妙变化，甚至可能找到地球早期生命活动留下的生物标记同位素比例。地球上的岩石记录充满了断裂和缺失，因为板块构造不断破坏和重塑地壳。但月球没有板块构造，它的风化层像一本翻都没翻过的古老日记本，静静地等着我们去阅读。2025年9月的另一项研究更加有趣，科学家在月球表面检测到了赤铁矿，就是铁锈。月球上怎么会有铁锈？答案就是地球风。实验室模拟证实，来自地球磁尾的氧离子确实能氧化月球土壤中的含铁矿物，生成赤铁矿，而且分布区域主要在面向地球的近侧高纬度，与地球风吹拂区域完全吻合。科学家还发现，高能氢离子能把赤铁矿还原回金属铁，但太阳风中的低能氢离子却做不到。所以月球上的铁锈是在氧化和还原的拉锯战中顽强存活下来的。每个月只有满月前后那几天，地球风吹到月球时，氧化占上风，铁锈才会缓慢累积。月球上的铁锈竟然是地球留下的指纹。我们的星球正在默默地给月球上色，用氧气把它染成淡淡的锈红色。这听上去甚至有些浪漫，像是母亲星球在远去的孩子身上留下不舍的印记。但科学地看，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物质交换从未停止。它们不是两个孤立的天体，而是一个紧密耦合的动态系统。这让我想到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如果月球土壤真的保存了地球古代大气的记录，那么未来的月球基地除了开采水冰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任务，就是钻取月球风化层的深层样本。就像地球上的冰芯钻探可以重建过去80万年的气候历史一样，月球风化层的深层钻探或许可以重建地球数十亿年的大气历史。这些信息对理解地球生命起源的条件，对理解大氧化事件如何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化学面貌，对理解什么样的大气条件才能支持复杂生命的演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换句话说，月球不仅是地球的稳定器，还是地球最忠实的历史记录者。它用自己的身体替我们保存了母星最珍贵的记忆，而现在它正带着这些记忆，以每年 3.8 厘米的速度缓缓离我们而去。好了，让我们把所有线索串在一起，看看整幅图景。月球正在缩小，内部持续冷却，表面布满了2600多条年轻的构造裂缝，活动断层随时可能发生月震。月球正在远离地球，每年 3.8 厘米，持续削弱它对地球潮汐和轴倾角的稳定作用。小行星差点撞上月球，暴露了我们行星防御体系的巨大盲区。地球的大气层正在被太阳风和磁场合力输送到月球上，月球表面甚至因为接收了地球的氧气而生了锈。每一个异变单独来看都不构成迫在眉睫的末日威胁，但把这些趋势叠加在一起观察，你会看到一幅令人深思的图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月系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一个正在演化的动态系统，
而演化的方向是月球越来越远，稳定力越来越弱，月球自身越来越脆弱。那么 NASA 到底有没有隐瞒什么？这些研究数据全都发表在公开期刊上，但 NASA 在公众沟通时总是强调阿提米斯计划的激动人心，很少认真讨论月球构造活动对基地的威胁，更不会告诉你月球是地球生命稳定器这个概念。你去 NASA 的官方网站看看，首页都是火箭发射的壮丽照片，太空人挥手的英姿，月球表面的美丽风景，但你要翻很多页，深入到专业论文的链接里，才能找到那些关于月震风险和构造活动的严肃警告。普通人谁会去读行星科学期刊上的论文呢？这不算隐瞒，但这种选择性沟通确实让大多数人对月球的真实状态一无所知。大多数人还停留在月球就是一块死石头，适合去上面跑跑跳跳、拍照打卡的认知水平上。最后回到那个问题，人类面临末日危机吗？如果末日是指月球明天崩塌或飞走，不会。但如果末日是指我们赖以生存的行星环境正处在一条不可逆转的缓慢退化轨道上，那答案是肯定的。月球每年远离 3.8 厘米，地球自转每世纪减慢 2.3 毫秒，月球内部冷却收缩，这些都是基本物理定律的必然结果，没有任何已知科技可以改变。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理解这些变化，监测这些变化，为近期风险做好准备。至于几亿年后的深层威胁，也许到那时候人类已经成为星际文明，月球只是我们遥远记忆中的故乡守护者。但在那之前，我们至少应该做好几件事。第一，尽快在月球上部署新一代全球地震监测网络。阿波罗时代的地震仪早已停止工作，我们对月球的地震活动几乎是瞎子摸象，没有这些基础数据，就不可能安全地选择基地位置。第二，加速建设太空小天体预警系统，尤其是填补太阳方向的观测盲区。2024YR4 事件已经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警钟，下一次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幸运。第三，重新认识月球在地球生命系统中的角色，把月球的长期演化趋势纳入气候变化和生态安全的讨论框架中。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遥远，但科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提前思考那些看似遥远的问题，在危机到来之前就做好准备。也许你会觉得这一切离你太遥远了，月球收缩那是几亿年的事，月球远离每年才 3.8 厘米，小行星撞月球概率已经排除了。是的，这些都不是明天就会发生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因此就选择无视，那和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有什么区别？人类文明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只看眼前3尺，而是能够抬头仰望星空，思考千年万年之后的命运。也许几亿年后，当地球的一天变成25个小时，当潮汐比现在更温柔，当季节开始出现微妙的不规则波动时，那时候的智慧生命回头看今天的我们，会觉得我们就像坐在一艘缓慢漏水的船上，却只顾着争论船头的油漆颜色。但也许他们也会感谢我们，感谢21世纪的人类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月球异变的真相，第一次把地球和月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思考他们的共同命运。但反过来想，也许这就是人类45亿年的宇宙巧合造就了我们，而我们最擅长的不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吗？月球在异变，地球在改变，但只要我们不停止仰望星空，不停止追问真相，也许我们真的能在这艘缓慢漏水的船上造出飞向星辰的翅膀。